全球化是如何织成现代社会的庞大网络的？这个词汇几乎在每个新闻报道、经济论坛和政策辩论中都会出现，而它的概念则深深植根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星巴克咖啡在世界各地的街角香气四溢，到苹果手机将全球的信息汇聚在我们的掌心，全球化既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力量，改变了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方式。然而，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公元前的丝绸之路就是一种全球化的早期形式，当时的商人、探险家和国家之间的贸易与文化交流，预示着今天全球化的雏形。但如果我们要追溯全球化的现代起源，那就不得不提20世纪末科技的飞速发展和贸易壁垒的相继瓦解。全球化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主要归功于国家政策的推动和科技的创新。从互联网的普及到航空旅行的便捷，人们、商品和信息的流动性前所未有的增强，国家间的边界似乎变得模糊，世界变得小了。但正如任何药物有可能成为毒药，全球化也有它的阴暗面，它可能引发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上的不稳定。诸如美国、中国和欧盟等大国和地区早已认识到全球化的力量，并采取了各种政策来利用这一力量。他们推动自由贸易协定，鼓励跨国公司的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移民政策，以吸引全球人才。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然而，全球化为何在这些国家得到如此积极的推广？原因多半是经济利益。通过全球化，发达国家的公司可以降低成本，利用全球供应链优化生产，并进入新兴市场，而发展中国家则能通过吸引外资和技术转移来加速自身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但是，全球化并非没有代价，它可能导致工作岗位的迁移，引发对工人权益的担忧；它可能加剧贫富差距，让一部分人享受到红利，而另一部分人则面临失业和贫困。它还可能威胁到本土文化，引发文化同质化的现象，让世界各地的城市变得越来越难以区分。全球化的故事不仅仅是数字和图表，它是由无数个人的故事编织而成的。想象一下，一个中国的农村小伙子，因为全球化的机遇，成为了一家跨国公司的工程师；或是一个美国的小镇少女，通过互联网学习印度古典舞蹈。这些故事是全球化最鲜活的证明，也是它最引人入胜的部分。然而，全球化的每一步发展都伴随着辩论。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互联，政策制定者必须权衡利益和风险，考虑如何维持国家的独立性和文化特色，同时享受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利益。全球化不是一个单一的国家政策，而是一个全球性的进程，它影响着每一个国家和地区。但是，理解全球化的影响，以及如何在这个全球网络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是当今世界的每个公民的任务。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们将通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深入探讨一个国家，例如美国，是如何通过全球化政策影响到一个小镇的日常生活。我们将看到，虽然全球化为这个小镇带来了生机和机会，也给它的居民带来了挑战和变革。通过这个故事，我们不仅能更好地理解全球化的力量，也能感受到它在普通人生活中的具体影响。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的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或将视频分享到你的社交平台，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地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根据观众建议，除了英语字幕，我们又增加了繁体字字幕，我们也会调低背景音乐音量。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在谈论全球化政策的具体实施细节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美国在全球化浪潮初起时的经济状况。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美国经历了一系列的经济挑战，包括石油危机、高通胀率和失业率的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化政策被视为一种转型的契机，不仅可以恢复经济活力，还可以巩固美国作为全球经济领导者的地位。在实施全球化政策方面，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步骤。首先，美国政府推动了多项自由贸易协议，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降低了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壁垒，使商品、服务和资本的流动更加自由。
这一协定不仅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也为美国企业提供了进入新市场的机会。除了贸易协定，美国还推动了对外直接投资 FDI 的增长。美国的跨国公司如苹果、微软和麦当劳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将生产线和服务拓展到不同国家和地区。这些公司在海外的成功，反过来又巩固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然而，让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来描绘全球化政策的实施对一个小镇的影响。假设在美国的中西部有一个名叫贝尔敦的小镇，在全球化之前，贝尔敦的主要经济支柱是制造业，尤其是汽车制造。当地的居民多数在汽车工厂工作，享受着稳定的收入和福利。随着全球化政策的实施，贝尔敦的工厂开始面临竞争压力。一方面，跨国公司将生产线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如墨西哥或中国，导致本地工作岗位的减少。另一方面，贝尔敦的制造业也开始引进更先进的自动化技术，以提高生产效率，这同样使得对传统技能工人的需求减少。这样的变化对贝尔敦的居民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些居民通过在培训掌握了新的技能，成功转型到了服务业或者技术行业，享受到了全球化带来的红利。而另一些居民则因为技能不匹配，难以适应经济结构的转变，面临失业的困境。贝尔敦也见证了文化层面的全球化。随着外国投资的增加，来自世界各地的饮食文化、艺术和语言开始渗入这个小镇。当地的餐馆开始供应寿司和意大利面，电影院上映来自印度宝莱坞的影片，小镇的学校也开始教授西班牙语和汉语课程。然而，全球化的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贝尔敦的例子所展示的，全球化政策需要不断的调整和优化，以确保其带来的利益能够被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所共享。政府和企业需要合作，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帮助传统产业工人转型，同时也要在教育系统中注入国际视野，为下一代培养适应全球化的能力。总的来说，在实施全球化政策的过程中，美国的经济情况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虽然全球化为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提供了推动力，但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压力。贝尔敦的故事只是无数受全球化影响的城镇和社区中的一个缩影，它反映了全球化政策在实施中的复杂性和双刃剑特性。未来，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加关注全球化给不同社区带来的具体影响，以及如何在确保经济增长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成本，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在全球化政策实施后，美国的经济格局经历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宏观经济数据上，更深刻地影响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方式。以往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城镇，如前文提到的贝尔敦，其产业结构和就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在产业结构上，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开始取代传统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硅谷等地，新兴的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以创新和技术领先，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国际人才，也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贝尔敦等城镇的制造业因全球化而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很多工厂被迫关闭或转移至海外，工人们的就业结构因此发生了转变。其次，在就业环境上，传统的全职长期雇佣关系开始转变为更为灵活的工作形式，临时、兼职和远程工作变得越来越普遍，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但也给那些习惯稳定工作模式的工人带来了不确定性。此外，全球化也加剧了劳动市场的分化，高技能人才享受高薪和快速的职业晋升，而低技能工人则面临着工资停滞甚至下滑的风险。再者，全球化政策对于生活成本和生活方式也产生了影响。随着外国商品和服务的涌入，消费者得到了更多的选择，生活方式也变得更加多元化。例如，贝尔敦的居民现在可以更容易地享受到来自全球各地的食品和文化产品，这些在全球化之前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全球化带来的并非全是积极的变化，国内外经济的波动更加频繁和剧烈，使得美国经济受到外部冲击的风险增大。例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美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深受其害，许多普通家庭的资产缩水，失业率激增。
在社会层面，全球化也加深了贫富差距，一部分拥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个人从全球化中获益丰厚，而那些无法适应新经济环境的人则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困境。譬如贝尔敦的一些老工人在工厂关闭后难以找到同等收入的工作，他们的生活水平因此受到影响。此外，全球化还导致了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随着生产活动的全球分散，环境污染和资源过度开发的问题变得更加严峻。同时，跨国公司在寻求最低成本的同时，有时会忽视劳工权益和工作环境的保护，这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于全球贸易伦理的关注和讨论。总体来说，全球化政策给美国带来的变化是复杂且多面的。它既有积极的一面，比如促进了科技创新，丰富了消费者选择，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也有消极的一面，比如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带来了环境和社会问题。只有深入分析这些变化，在政策制定时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全球化的积极作用，同时缓解或解决它所带来的问题。而对于贝尔敦这样的城镇来说，如何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发展之路，是摆在每一个居民面前的现实问题。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随着全球化政策的推进，其影响波及世界各个角落，其他国家的经济也因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中国为例，这个曾经以出口导向型经济著称的大国，经历了从世界工厂到创新强国的转变。中国利用全球化的机遇，大力发展制造业，吸引外资，出口产品遍及全球各地。然而，随着全球产业链的再平衡，中国也开始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双重压力。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中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提升产业链水平、鼓励技术创新、优化企业环境等措施，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在欧洲，全球化政策也引发了深刻反思。例如，英国脱欧便是对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主权和经济自主性的重新审视。在全球供应链日益紧密的今天，英国脱欧不仅对本国经济造成了短期冲击，也对欧洲乃至全球市场产生了连锁反应，这从侧面反映了全球化深层次的经济联系和影响力。非洲国家同样在全球化浪潮中寻求经济发展的新机遇。一些非洲国家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例如，埃塞俄比亚通过建立工业园区和优惠政策，成功吸引了纺织和皮革等产业的外资企业，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但同时也引发了对劳工权益保护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注。然而，全球化并非对所有国家都是一种红利，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和不完善的法律体系，难以在全球市场中获得有利地位，反而可能沦为跨国企业转移污染、剥削劳动力的场所。这种不平等的全球化现象暴露了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公正，也对全球化的可持续性提出了质疑。全球化政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它不仅重塑了全球经济格局，也对国家间的政治、文化、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国家都在根据自身的国情和全球市场的变化调整策略，以追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然而，全球化也必然伴随着挑战和风险，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护国家利益，维护经济安全，促进公平正义，是每个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课题。最终，全球化不是一个零和游戏，而是一个需要各国共同协作、共同管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寻找到均衡的发展和共赢的策略，是推动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全球化政策的未来走向，不仅关乎单一国家的利益，更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各国需要超越短期利益，共同探索长远、可持续的发展路径。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全球化真正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而不是加剧全球不平等的媒介。在这波澜壮阔的全球化浪潮中，每一个国家都是参与者，也是共活者，更是受益者。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可能为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也可能给我们的社会带来深刻的分裂。因此，审慎地评估全球化政策，深入地分析它的潜在影响，不断地调整和优化我们的策略，是摆在每一个国家面前的重要课题。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迅速，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愈发加快，各国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愈加激烈，全球化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也愈发复杂多变。我们必须拥抱变化，利用全球化的红利，同时警惕其带来的风险，不断寻求平衡点，实现可持续发展。全球化如同潮水一般不可阻挡，它淹没了传统的边界，也冲刷了旧有的格局。在这一潮流中，我们不应被动的漂流，而应积极的操作，引领自己的航向。通过案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政策对不同国家经济的深远影响。这些影响复杂而多面，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各国应以开放的姿态、审慎的态度、智慧的策略，共同塑造一个更加公正、平衡、繁荣的全球化新时代。这不仅是对经济学者的挑战，更是对全人类智慧与意志的考验。让我们以坚定的信念和明智的选择，共同迎接全球化带来的未来。